一只手臂粗的皮皮虾，就这样被渔民用自制的捕虾工具收入囊中。而且像这么大的皮皮虾，如果是人工养殖的，在中国一只的价格至少在100块以上，更别说是野生的皮皮虾了。视频结尾会告诉你，在菲律宾农村捕获手臂粗的野生皮皮虾，它的价格到底有多便宜，甚至会令你无法置信。捕获这种手臂粗的野生皮皮虾，其实也有一定的风险，很容易伤到自己的手。所以生活在海边的渔民，制作各式各样的捕虾工具，是每一个渔民的必备技能。在一根竹片上面系上一根鱼线和皮筋，然后把鱼线在竹片的底部做出一个可以伸缩自如的套索，接着在竹片下方1/5的地方开一个小孔，最后用绑着鱼钩的小竹块插进去，形成一个弹射灵敏的触发开关。当有猎物咬住鱼钩上的饵料，那么开关便会瞬间被触发，下方的套索也会立马收紧，此时的猎物也就变成了待宰的羔羊，任人鱼肉。有了自动捕虾装置之后，用来色诱皮皮虾的鱼饵当然不能少，2根手指大小的小鱼最合适不过了。红衣哥拿着劈山刀，在小鱼身上不停地来回刮，使得去掉鳞片的小鱼更能散发出鱼的腥味。然后将小鱼一分为3，而旁边的2个好基友早已准备好了17个1.25升的可雷瓶。至于有什么用处，等下自会知晓。此时红衣哥正在心灵手巧地将鱼饵紧紧地勾在鱼钩上，看他的熟练程度，就知道红衣哥绝对是一个捕鱼好手。一切准备妥当，今天负责摄影的海哥带领其他3人开始出发捕捉皮皮虾。很快他们就沿着红树林边缘来到了深水区域，带上潜水镜，一头扎进海底寻找皮皮虾的家园。很快红衣哥就发现了一个皮皮虾的洞穴，他拿着小刀轻轻地把洞口外面的泥土拨开，而此时洞口的大小也逐渐清晰明了。拿着捕虾装置的好基友看见红衣哥浮上水面，瞥了一下头，立即心领神会，将一根捕虾装置递给了红衣哥。随即红衣哥熟练地拉紧皮筋，装好触发开关以及调好套索的合适大小之后，立马潜入海底。红衣哥把套索那一端的竹片直接插入皮皮虾的洞穴里面，然后鱼饵紧随其后。为了防止竹片在海里随意漂浮，他们还特意在竹片的末端绑上一块小石头来增加其重量，接着捡来2块石头用来固定装置，使其一直保持竖立状态。就这样，第一个捕虾陷阱就设置好了。这样捕捉皮皮虾的方法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其实这种捕捉方法也很讲究技巧的。竹片插进洞口时的深浅度，会直接影响触发机关的灵敏度，而套索设置的大小，也是直接关乎能否套住皮皮虾的关键所在。至于最后鱼饵的摆放位置，也必须放在套索的上方，这样才能引诱猎物穿越套索时，确保一碰饵料就立马将其绳之以法。红衣哥他们的海上捕捞技巧确实令人赞叹，直接带着潜水镜在海面往海底搜寻一番，很快又发现了一个皮皮虾洞穴。你们看，这么小的洞眼，门外汉根本不可能察觉出来。红衣哥用小刀轻手轻脚将洞口旁边的杂物清理一番后，接着用刀尖插进洞眼来辨别其洞口的方位。皮皮虾打的洞穴通常都是比较规整的 U 字形，既方便进入，同时也容易隐藏起来捕食猎物。而且它们洞穴直径的大小，也预示着皮皮虾的个头就有多大。像眼前这个洞穴的直径，都比之前的洞穴大了一点，所以洞穴里面的皮皮虾，它的个头也会比较大。放好竹片，盖上石头，一个捕虾陷阱又设置完毕。不知不觉中，潮水开始退却，海底下的皮皮虾洞穴也逐渐原形毕露。红衣哥他们怎么可能错过这么好的天赐良机？用小刀拨开泥土都嫌慢，直接用上手指快准狠，再没有海水的阻挡，射不起来也相当轻松。
一插一条，一看，盖上石头，轻松搞定。他们把所有的捕虾装置安装完毕之后，安静的等待，是他们目前唯一的选择。突然，一根设置好的捕虾装置闪电般的弹了一下之后倒了下来。猎物真的自投罗网了吗？前来查看的红衣哥一手稳住竹片，一手拿开石块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竹片往上拉。一只硕大肥美的皮皮虾随即映入了大家的眼帘，而此时被套在竹片上的皮皮虾异常愤怒，向着红衣哥方向使出了惊鸿一瞥，同时不停地挥动着他那2把镰刀般的前肢，企图将眼前所有敌人尽数斩落马下，以泄心头之恨。红衣哥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，以至于他一路都不敢触碰皮皮虾的身体，以免得不偿失，血流成河。之前准备17个 1.25 升大的可乐瓶大派用场，早已准备好的这些瓶子有2个特点，一个是瓶子够大，另一个是每一只瓶身都用小刀划出了一条长长的刀口。红衣哥直接把皮皮虾往瓶身的刀口上用力塞进去，然后开始将套索慢慢的放松，使其能够在皮皮虾身上轻松脱离。就这样，第一只手臂粗的菲律宾野生皮皮虾成功捕获。有了成功之剑，接下来就是丰收的高光时刻。第2只皮皮虾的颜色更深沉一些，个头也稍微比第1个略大一点，舒展开来，可乐瓶也差点装不下它，足见这只皮皮虾的个头有多大。说它有手臂大小一点也不为过。皮皮虾属于虾蛄科，它的别名有很多，有人叫它为琵琶虾、虾爬子、虾公驼子、赖尿虾等等。它分布范围极广，从俄罗斯的大彼得海湾到日本及中国沿海，菲律宾、马来半岛、夏威夷群岛均有分布。皮皮虾常在浅海沙底或泥沙底绝学，它们性情凶猛，视力十分锐利，而它们的食物基本上都是贝类、螃蟹、海胆等不善于游泳的生物。皮皮虾如镰刀般锋利的前肢，能够轻易破坏猎物外层的硬壳，享用猎物内里的肉。正因为这样，红衣哥他们才不敢轻易触碰皮皮虾的身体，尤其是他们的前肢。红衣哥他们拖着2排可乐瓶，开始在浅水区进行皮皮虾收割模式。又一只活蹦乱跳的待宰羔羊，即便它有10万个不愿意，也阻止不了人类对金钱与美食的追捧和贪婪。当皮皮虾进去瓶子的那一刻，它这辈子的命运早已定格在此刻。潮水完全退去，之前布置在浅水区的陷阱也全部裸露出来，但这样也不影响陷阱的发挥，因为此时的红衣哥胸有成竹，慢慢将竹片拉了起来。从他咬唇的表情可以看出，这只死到临头的皮皮虾也是尽他最后的努力与红衣哥博弈起来，试图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告知世人，他曾经来过这个世界，尽管是那么的短暂，但他已经尽力了，死而无憾。这只皮皮虾的不屈精神值得学习。红衣哥的收割行动依然进行着，一个个硕大肥美的皮皮虾也逐步进入他们的临时住所。被装在瓶子里的皮皮虾，犹如实验室里用药水渗泡的动物标本一样，毫无生机。其实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，所有捕虾装置上面的鱼饵几乎都完好无损，这也证明了皮皮虾在被捕之时根本没来得及尝上生命的最后一口，一时贪欲导致走上一条不归之路，可恨又可悲。
这时红衣哥又捕获到一只皮皮虾，当他想将皮皮虾放进左边好基友拿着的10个瓶子之中，无奈10个瓶子早已硕果累累，高朋满座，最终也只能放进另外7个可乐瓶之中。当最后一个瓶子被放入2只皮皮虾之后，红衣哥他们今天的捕虾行动也正式宣告完美落幕。最后红衣哥也不忘跟每一只皮皮虾一一道别，既要表示感谢他们的牺牲，同时也祝愿他们一路走好，来世做人。夕阳西下，百鸟归巢，海哥一行4人快马加鞭前往海鲜收购处，尽量赶在皮皮虾尚且有一息之期的时候出售，这样才能卖出好的价格。收购老板将每一只皮皮虾逐一过磅，最后总共收入为1750比索。按照今天的汇率折算，他们今天4人的收入是213元人民币，也就是说18只手臂粗的皮皮虾，平均下来每只所需的人民币才不到12块钱，真的太便宜了。这种皮皮虾的肉质鲜美，无论是清蒸还是椒盐，绝对是啤酒和白酒的灵魂伴侣。海哥这次也很大方，今天所有收入也全部归他们3人所有。快乐就是这么简单，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，你们向往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您的看法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加关注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